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彩味。油桶提手在生活中居然有这么多神奇妙用，真的是太实用了。我们平时炒菜做饭都少不了要用到食用油，食用油用完之后就会剩下一个空油桶。这个空油桶我们不是卖掉就是扔掉了，但是在空油桶的上面呢会有一个提手，这个提手我们记得提前将它取下来。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着很多的妙用，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油桶提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神奇妙用，保证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得到。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学习一下吧。在使用油桶提手之前呢，我们需要将它取下来。很多朋友呢都不会，其实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在提手的四周会有很多的小锯齿，我们只需要一只手把提手往上提，另一只手拿上一把剪刀，把这些锯齿往外掰。往上提的手要用力了，不要让它回缩回去。这样将锯齿全部掰开后，我们就可以将提手轻松的取下来了。然后呢，就可以拿来方便自己啦。下面我们来分享油桶提手的妙用一：手机支架。我们先一手拿着提手的上方，另一只手抓住提手下方的圆形位置，再把提手逆向弯折一下，多掰一会儿，使它定型。跟着我们用剪子来把提手的锯齿修剪下来几个，左边剪掉2个锯齿，右边剪掉2个锯齿，中间位置保留2-3个用来固定，就像这个样子呢就可以啦。这样就改造好了，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简单手机支架了。手机直接放在上面即可，拿取方便，放下去还非常的稳当哦。平时我们用手机追剧、看电影的时候呢，长时间的拿着手机非常的累，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总是需要什么东西来支撑手机。这时手机震动一下就会啪嗒的摔落在桌面上，次数多了还怪心疼的。那么这时家里有这个拉环提手呢就正好了，我们就把手机直接放在提手压下去的锯齿上面，把它当做一个手机支架，既平稳又牢固，而且呢还可以任意的调换角度，只需要把提手往上或者是往下掰即可。手机横着放、竖着放也可以哦，真的是太方便了。妙用2：将它放入衣柜中，节省空间。家里的衣服总是越买越多，特别是我们女人，一换季总感觉没有衣服穿了，所以总是会不断的买。但是家里的衣柜却不会随着衣服的增多而变大，1-2年后，不管衣柜有多大都放不下，往往一个人的衣服都放不下，随意堆放，找的时候又挺费力的。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衣架上挂一个提手，就能够轻松的解决空间问题。只需要像这样堆叠挂放，还能让同样的衣柜多出3到5倍的空间。我们可以不断的收集油桶提手，像这样向下还可以再挂2-3件，以此类推。只要家里的衣柜足够高，我们每挂一个提手就能够多挂1-2件衣服，最大程度的利用了纵向空间。同样的衣柜能多挂3到5倍的衣服，很不错吧？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把提手呢直接穿进挂衣杆，这样平时家里的围巾、丝袜、老公的领带，或者是我们自己裙子的腰带之类的衣物，就可以直接挂在提手上。这样的收纳方式呢，不仅更加的整洁美观，而且衣物摆放更加显眼易见。想要哪条领带、哪块丝巾，顺带着悬挂起来的衣服，还可以就着衣柜顺便就搭配好了，既节省了空间，也方便了自己，太实用了。妙用3：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厨房中，增强卫生环境。我们平时洗碗的时候呢，都会用到百洁布和钢丝球。要是没有沥水的地方，百洁布和钢丝球堆放在一边呢，就会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上一个油桶提手，把提手呢套在水龙头上，我们用完的百洁布或钢丝球就可以直接放在提手上面了。
沥水收纳两不误，这样就不容易滋生细菌了，而且也使得厨房更加的干净简洁了，非常的实用。如果有朋友觉得这样不是很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用热熔胶呢粘在洗碗池的边上，先在提手上涂抹一层热熔胶，然后将它粘在水池的空地处，等它冷却凝固后就可以使用了。同样的，可以用来收纳百洁布或者是钢丝球，用完之后随手放在这里沥干水分，水分呢就会随之滴落到水池内，从而进入下水道，这样水池会快速的干燥起来，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啦。而且我们用起来呢也很方便，随用随去。没有热熔胶，用接水管用的防水 PVC 胶水呢都是可以的，5金店就有卖，也就几块钱一瓶。妙用4，同样的在提手上打上热熔胶，然后呢将它固定在厨房的墙壁上，等它冷却凝固后，我们就可以用来收纳厨房的锅碗瓢盆了。例如用来放汤勺或者是锅铲，沥水功能不用多说，还能厨具分开摆放，拿取方便。妙用5，大家也能将它粘在我们的卫生间里边，能够用来挂毛巾或者是其他需要挂起来沥水的物品。多数人家里的毛巾使用的是一排式的挂放架，这样洗脸巾、洗澡巾甚至洗脚巾或者是不同家庭成员的毛巾全部挨在一起挂放，非常不卫生。如果有家庭成员有皮肤敏感等情况，更容易交叉感染。而提手是单独存在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距离一定的间隔把提手固定在卫生间墙壁上，这样毛巾容易干，而且避免了不同功能的毛巾挂在一起相互污染的风险，更大程度的避免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问题。平时家中来客人的时候，没有多余的挂毛巾的地区，用油桶提手来做零食的也很不错。妙用6，还是依然发挥出它原来的作用，做提手使用。可能我们每天呢都需要出去采买，或者是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每次买的东西呢都会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塑料袋，这样我们在提在手上的时候呢，塑料袋就会比较勒手，有时候提回家之后呢，手上还会被勒得白一道红一杠的，比较疼痛。其实每次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身带上一个油桶提手，利用油桶提手轻松解决塑料袋勒手的问题。我们把塑料袋的2个提手穿进油桶提手里面，再套进油桶提手上面，这样简单的改造一下，每次提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感觉轻松很多了。还可以一次多套2个塑料袋都行。油桶的提手上面呢，设计了几个凹槽，而这几个凹槽是用来贴合我们的手指，这样就方便我们握紧、提拿。而且油桶提手的设计还可以把袋子的重量均匀地分布到每个手指上面，这样即使里面塑料袋装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重，我们提在手上的时候呢，也不会勒到手，还会感觉比较轻松呢。是不是很棒的设计呢？妙用7，马桶把手。我们一般掀马桶盖的时候呢，都用手，男士女士一起用，就总感觉这样很不卫生，心里老是膈应。这时我们的油桶把手呢，也可以派上用场。先在油桶提手上呢，打上一圈热熔胶，然后找到马桶盖下方凸起的部位，我们将油桶提手粘在这里固定住，等它冷却凝固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提手掀马桶了，再也不用手接触了。因为马桶上面存在很多的细菌，要是我们用手直接触碰的话，我们再去触碰其他的东西，这样手上呢就会沾染很多的细菌啦。但是我们将它直接粘在马桶上面之后，
就会直接用提手，我们的手呢也不会直接的触碰到马桶啦，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哦。而且将它粘在侧面，也不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脏了以后不用清洗，直接取了扔掉也不会觉得可惜，再换上一个就行，是不是很棒呢？关于油桶提手的这几个用途，现在都了解清楚了吧？平时我们就可以把油桶提手拆卸下来，一点点的收集起来，用到的时候真的很方便。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如果您看了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瑶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